你们好，是王娜飞。我今天来到这里跟你们讲一下，我就是一个我在中国发现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这里买外卖的这个情况。所以在中国，好像大多人在网上买他们的东西，他们需要的东西。有可能是因为我在大学，所以我大多认识的人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们就是比较熟悉用网上的，用网上做他们的事情。但是其实我的老师们也是很常用一些网站还是 APP， 比如说淘宝什么什么的。所以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我阿姨寄给我一个包，一个包，不是一封信，比较大的那个，里面有东西。第一次他发给我的话，他是用那个 Amazon 的网站。我听说在中国也有人在用那个 Amazon， 但是肯定有一个中文名字。所以他觉得很神奇，因为他得放进去我的手机号码，然后当时是我差不多刚来了中国的时候，如果你要用 Amazon 寄包到别的国家，就不用放进去手机号码。但是如果你要寄到中国的话，你得放进去你的手机号码。为什么呢？我这里好像我在猫的家有超级多猫，然后我发现有一些比较排他性，他们不喜欢其他的猫，所以就会追他们，然后就他在哭吗？算了。所以我有一天我有一个人打给我电话，但是这个号码我不认识，所以我接他，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然后当时我没听懂，所以我就挂了，因为我以为是一个广告，有什么什么公司要骗我的钱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又打给我，然后就我的室友说给我一下，我可以看一看他要什么。然后这个送快递的人，他问了我的室友我找什么，我住哪里，因为他要给我这个包，所以我的室友什么都告诉这个送快递的人，这是我们的宿舍楼什么什么的，这是他的名字，我就你不能随便告诉人这个。他说不，你需要告诉他，所以他可以来给你的包。我就说他为什么要直接给我，为什么不能放在就是我地址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自己去拿。但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很神奇，所以我下楼，然后就这个快递员就说你的包就给我，我就是这样，但是这个不够难，有更难的经历，因为我不是在淘宝买这个，是吧？所以我有一点习惯了在网上买东西，但是我也一开始不知道会多难，就是去拿你买的东西，所以这个是送到我们学校里的一个大楼，然后你就可以进去，然后你得用这个机器放进去一个密码，那就一个盒子就打开，然后就你的包就在那里。其实很容易，但是你第一次做当然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这个其实不难。我找到了那个大楼，就有一个人帮我。但是更奇怪的是，有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不是微信，是一个短信，说
你要去这个地方，你要比如说下午5点之前去这个地方拿你的包。然后就是第一次我收到了这样的一个短信，我没理他，我甚至没看他，因为我总是收到那些广告的什么 offer 什么淘宝什么支付宝什么的短信，所以然后还有关于我那个网络什么什么的，然后整个短信我就看不懂，所以我就不看。但是我发现我应该开始看我的短信，因为他们说你得今天到来拿你的包，我们是在哪里呢？然后我就没理他，然后我又有一次有一个人不认识的一个号码打给我电话，然后这次我也挂了，但是他又打给我，然后我发现是一个送快递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是说他是在一个超市，所以我以为我的包是在这个超市，我得问一个人这个超市在哪里，发现就是我们学校里面的那个超市，我们这有一家，对，就是这个超市，所以我去那个超市问了那个工作人员在哪里可以拿快递，他们说我们是个超市没有快递。那我说但是，然后一个人就跟我说那边去拿，然后因为我知道我们超市的隔壁的那个商店就是一个上邮局的一个地方，对，然后所以我去那里，然后他们说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关门了。然后这个刚才在超市里帮我的那个人进来这个商店跟我说不是这里，是外面的那个绿色的那个车，那辆车。所以我去外面就有一个送快递的一个绿色的一个车，然后他们会把所有的包放在外面，然后就你得找你自己的，然后你的名字他们会在包上面用很大字写下来你的名字，然后这个包不只有你的名字，有你的地址，有你的电话号码，就是一点隐私都没有。对，然后我还在等3包，然后这些包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不是超市，不是直接给我，也不是我们学校里面的那个快递的地方。他们说对了，你其实是在校园外面，所以我得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因为他们发给我短信的时候我没理他，我没去拿，所以我不可以现在去拿，因为他们不在，他们应该也是一辆车，所以我得等到他们又发给我短信，又打给我电话，然后我得停做我在做的事情，就去拿我的快递。就是好像在中国就是个人的时间跟中国人对个人的时间的态度跟美国人很不一样，有很多例子这个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如果你老师要上你的课，应该本来是从1点到2点，但是如果你的老师2点没教完，就可以到2点半、3点半，然后就你不能早离开。在美国的话，如果你的课应该2点结束，然后2点1分老师还在教，大多的学生就会离开，就很不尊重他们的老师。但是这个其实在美国人看来，这个老师不尊重我们学生的时间，不再尊重我们的，因为这是我们2点以后就是我们个人的时间，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或者是
特别是那次我去了超市，然后就去了另外一个商店，就找不到我的快递，就是这个要帮我的人看我的时候，就真的好像觉得我有点傻。但是我发现就是在中国有好多事情做法跟我的国家就不一样，所以如果你要住在另外一个国家，如果你要住在国外，就你得习惯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态度，然后就不可以很容易的羞愧，然后就因为你会做很多错误。但是每天都在睡，对吧？对，好了，视频结束了，飞机，拜拜。